早安，立刻通知大家集合。听到警报声，庇护所所有人第一时间都开始往客厅方向赶。张毅也迅速地穿上作战服，然后手里拿着黄金沙漠之鹰，紧盯着窗外。这时候，大家开始陆续赶到了客厅。尤大叔走过来问张毅怎么了？有敌人吗？张毅没有及时回复尤大叔，而是拿起望远镜向窗外看去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他的脊背感觉一阵发凉。那些密密麻麻、模糊不清的影子竟然不是人，而是一大群缓慢朝这里走来的尸体。那些尸体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，身上有青紫色的尸斑，脸上甚至出现溃烂的迹象。但由于极寒温度的保护，他们没有完全腐烂成骷髅。丧尸真的出现了，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，然后急忙凑过来用望远镜观察。镜头中那些缓慢朝庇护所方向前进的丧尸不会有假，他们确实全部是尸体。突然，梁月有些意外地说：“这些尸体难道都是从西山基地爬出来的？”张毅有些惊讶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仔细看，里面有些丧尸还穿着西山基地士兵的衣服。”果然，在仔细观察下，确实能看到一部分丧尸穿着那种制式军装。张毅放下望远镜，惊讶过后，他逐渐平静下来。这很奇怪，明明是如此寒冷的冰河时期，尸体竟然没被冻僵，还能行动。旁边的周可儿冷静解释说，可能有某种病毒被释放出来。张毅点点头，好在只是一些尸体，看起来有些可怕，但也可以理解为被病毒寄生的宿主。他戴上头盔，从衣空间取出一把步枪挎在身上，走，一起去解决那些令人不安的家伙。记住，打丧尸必须要打丧尸的头部才能有效果。大家回过神来，突然意识到，没错，丧尸只是一堆可怜的东西，没有必要害怕。刹那间，尤大叔变身巨人，随后抓起一把巨大的工兵铲就要冲过去。梁月此时也充满战意，拔出唐刀冲向前方。张毅举枪，精确射击，没有使用异能，立刻一头丧尸被他击中头部倒地不起。陆可然和徐胖子见状，也立即举起手中的枪。陆可然兴致勃勃地笑道：“徐哥，我们来比一比谁能杀死更多丧尸。”徐胖子得意地嘿嘿笑：“那当然是我赢了，我比你早几个月开始练习枪法了。”他们两人同时举枪开火。然而，突然间，张毅发现情况不对劲，明明他刚刚击中了丧尸的脑袋，但他现在又开始缓缓站起。正当张毅疑惑时，那只丧尸已然站了起来，脑袋上虽说有一个深深的黑洞，但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液。他望着庇护所方向，然后朝着尤大叔和梁月迅速冲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原本看起来呆滞无神的丧尸群突然发生巨大变化，他们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就像是乱葬岗野狗声音一样。下一刻，他们疯狂地冲向梁月和尤大叔。那原本的迟滞消失不见，他们奔跑的速度甚至能与猎犬相比。那红色的眼睛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动，极其可怕。没人想到，看似迟钝无动的丧尸竟然会突然发生变故。他们一个个都爆发出惊人的速度，刹那间将尤大叔和梁月团团包围。面对密密麻麻数千只丧尸，张毅不禁感到头疼。接着他挥了挥右手，雪地上突然出现了一辆沉重的坦克。尤大叔、梁月，听我命令，数到30，你们都全力跳向天空。张毅一边说着，一边钻进坦克内。驾驶坦克对他来说有些困难，但是发射炮弹的方法他向尤大叔请教。随即张毅装好了炮弹，然后开始倒数3、2。刚数完，尤大叔和梁月已经努力击退周围所有的丧尸，然后全力跳向天空。两人都是体能强化型的艺人，非常强壮，这一跳便跳起来了10多米高。与此同时，坦克的炮口发出震耳欲聋的一颗炮弹在丧尸群中爆炸，瞬间数百只丧尸被炸飞。梁月和尤大叔看此奉行，赶紧朝着庇护所的方向撤退，而身后的丧尸群更是紧追不舍。他们的速度太快，眼看就要冲过来，但出于捕食本能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恰好在炮口的正前方。张毅装上新的炮弹，又一次发射，这一炮再次炸飞了数百只丧尸，然而还有许多丧尸从侧面扑过来。陆可然吓得腿都软了，幸好梁月和尤大叔挡在前面，将这些杂乱的丧尸全部清理掉。张毅打开坦克的车门走了出来，他默默地从异空间拿出一个外形奇特的装备，2个很大的金属罐子，通过管道连接到前面的长管，看起来像是农药喷洒器一样。这东西叫做喷火枪。张毅从西山基地缴获后一直没有用过，因为它的射程比较短，而且携带起来有些麻烦。然而面对这些无法杀死的丧尸，喷火枪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效果。张毅趴在地上稳定好喷火枪，然后发射出一道长达10几米的火焰轮。即使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，火焰的温度也让丧尸们感受到了灼热，他们的衣物被点燃，身体陷入了熊熊燃烧之中。由于丧尸们聚集在一起，火焰的效果非常惊人。刚开始时，张毅还担心点燃丧尸后他们会扑过来，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一旦着火，却变得有些失控，身体疯狂扭曲，他们发出诡异的嚎叫，身体发出像熬猪油一样的声音。就在大家准备全力以赴战斗时，那些丧尸竟然转身逃走，数千只丧尸齐齐转头，朝着庇护所相反的方向跑去。这一幕让张毅几人目瞪口呆，他们头一次听说丧尸还会感到畏惧。张毅从地上爬起来，谨慎地望着丧尸们远去的背影，眼中充满忌惮。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了，这些丧尸肯定有人在暗中操控。当他发现已经很难杀死我们后，
为了保存这些丧尸，选择了逃跑。梁月皱眉思索片刻，摇了摇头，我真的无法想象人类如何同时操纵数千只丧尸，而且这些尸体都是被冰冻之后爆头都无法杀死。如果他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，他完全可以在天海市称霸，毕竟现在最多的就是尸体。张毅看着地面上堆积着破碎烧焦的尸体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消灭。一想到将来可能还要面对更多这样的恐怖存在，张毅的脑袋隐隐作痛，必须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，以及谁在如何控制它们，否则天海市将永无宁日。正如张毅所想，这次的丧尸危机并非针对他们，而是整个天海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丧尸攻击。阳盛基地、朝雨基地、星图基地都遭到了大群丧尸的袭击，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谁都不知道。士兵们对这种尸变完全没有经验，开始他们以为只要打烂丧尸的脑袋就可以了，可没想到，即使脑袋打烂了，丧尸仍然能扑上来，用锋利的爪子摘下他们的脑袋。这些丧尸不是电视里呆呆的那种，无论速度还是力量都远超普通人。丧尸群如潮水般涌来，人类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几乎无法抵抗，很快就被突破。丧尸数量太多，又极难杀死，一时间各大基地损失惨重，许多人被这些怪物杀害。但是三大基地都拥有强大的火力，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，首领和一人队长组织起反攻，也成功击退了丧尸群。短短一天的时间，天海市几个强的势力都遭到了丧尸群的袭击，而张毅这边受到的影响最小，没有任何人伤亡。毕竟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，不需要保护普通成员，靠着强大的火力击杀丧尸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但其他势力则没有那么幸运，他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一些成员，尤其是败血教。经统计，仅仅这一次袭击就有1000多人丧生，还有800多人被咬伤抓伤。第二天，心中不安的各大势力开始联络，然后经过彼此交换情况，大家达成共识，这场遍布整个天海市的尸潮绝对是由地下的第6势力造成。这可不是简单的生化危机。确认5家没有参与其中后，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了。毕竟5家之间并不是合作伙伴，甚至还有许多仇怨，就算合作也没有太大意义。首先，大家手上的情报都很有限，其次，即便有关于尸潮的资料，也没人愿意分享给其他人。现在大家都希望在尸潮中保护自己，最好是其他几家被丧尸消灭。目前最轻松的当然是张毅，他们面临的压力最小，避难所足够坚固，不怕丧尸的攻击。但是避难所里的人们仍然担心，这一次是几千只丧尸一起袭来，下一次呢？会不会是几万只？天海市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，接近2000万。如果他们都变成丧尸，即使有避难所，张毅和其他人也挡不住。然而第二天，尸潮再次出现在避难所外，张毅叹了口气，走吧。他和尤大叔、徐胖子等几个人穿上作战服，离开避难所准备应战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尤大叔和梁月不再冲动地冲进去，梁月和花花负责清理靠近的丧尸，徐胖子利用冰雪限制住丧尸的行动，而张毅和尤大叔则用喷火器进攻尸群。雪来！徐胖子高举双手，大片冰雪风暴瞬间覆盖数千头丧尸。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，但覆盖面积巨大。果然被暴风雪笼罩后，丧尸们变得迟缓，甚至迷失方向。张毅眼神紧张，看来猜的没错，这些丧尸中有操控者，一旦遮盖他的视线后，他们就失去了行动方向。尤大叔拿着喷火枪开始恒温烧烤，10几米长的火龙覆盖一群丧尸，迅速将他们变成了烤船。而张毅则从侧面接替尤大叔，与他交叉进行烧烤，火力的交织产生了明显效果，很快在丧尸群中引发了滔天火焰。被火焰灼烧后，丧尸们发出诡异的叫声，迅速失去了行动。今天的狮群也是损失了一半之后就开始撤退，张毅几人乘胜追击，但丧尸们逃跑的路线非常聪明，他们以分散的方式朝各个方向逃走，再加上他们的速度极快，即使杀死几百头，还会有很多逃走者。张毅皱眉，心里感到一种不安的情绪浮现。虽然今天解决尸潮没有花费太大力气，但每次都会有一部分丧尸逃走，其中有一种微妙的东西存在，他却想不明白。回到庇护所后，大家都已经开始坐着休息，而张毅却一脸担忧的表情。昨天我们成功解决了大部分的尸群，但今天来袭的尸潮比昨天更加庞大，这说明丧尸病毒传播速度惊人，很可能已经将死去的人都变成了丧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天海市终将被丧尸完全占领。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怎么生存？张毅的言论让大家面带忧虑，众人陷入沉思，脸上都显示出担忧的表情。杨欣欣坐在轮椅上，从容地喝了一口卡布奇诺，然后说：“但目前来看，这种情况还不明显，否则他们不会每次只派遣数千头丧尸来攻击我们。但是……”他微微皱眉，表情罕见地变得严肃。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这些丧尸的来源，他们肯定会成为巨大的麻烦。张毅说道：“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数量，而是他们看上去像有人在操控，不再是无脑的怪物，而且他们很难被杀死，只能用火烧或肢解才行。这增加了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。”杨欣欣说道：“所以关键是找到背后的操控者，对吧？”张毅笑了，说得简单，可我们去哪里找？每次我们杀到一半，他们就溜之大吉。我甚至不能确定狮群中是否存在操纵者，毕竟异能这种东西充满不确定性，无法用常理推断。就在大家讨论纷纷的时候，
站在张毅身后的周可儿轻声开口：“其实我有一个猜测。”继续，张毅示意周可儿继续说下去。通常情况下，周可儿作为医生并不直接参与作战计划，但这次他的专业知识展现了出来，他对病毒的了解远超庇护所里的任何人，因此他的发言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周可儿继续说道：“最近我研究了一下丧尸的身体，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类病毒，它们能够耐受极寒，甚至可以在零下100°C存活，并入侵生物的神经系统，控制宿主的身体。但是它们又不符合现代生物学对病毒的定义。虽说构造上介于病毒与细胞之间，可它们却能像病毒一样侵占宿主控制和繁殖。”张毅作为一个毕业后就把知识丢掉的学渣，听得一头雾水。你能不能简单点说？在这个房子里，能理解周可儿的话的人寥寥无几，至少3个男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周可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末世以后，由于伽马射线的影响，生物学已经被重新定义，暂时我们称之为丧尸病毒吧。简单来说，这个现象展示了一些菌落甚至群居动物的行为特征。当丧尸身处在狮群中时，它们的行动变得协调一致，甚至显露出一定的智慧。但在实验室研究中，我们发现感染的尸块失去了繁殖本能，其应激反应也变得较差。因此，我怀疑这种病毒可能像生物种群那样被控制，而有病毒的母体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遥控它们，比如就像动物可以透过气味传达信息，那么这种变异的病毒肯定也有它们传达信息的方式。张毅说道：“你是说，只要击杀了母体，这些被感染的丧尸就会死掉？”周可儿摇了摇头：“这个不好说，最起码它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可以大规模行动并具有一定的智慧。”智慧这2个字在张毅脑海中如同炸雷一般响起，他眼睛一亮，终于明白了那种违和感的原因。我好像有些明白了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这2天尸潮的攻击看似凶猛，又似乎有一定的智慧，但实际上狮群的战术相当幼稚，总是在死亡一部分丧尸后选择撤退。这种感觉简直像是一个2、3岁的孩子在慢慢学习说话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来。张毅这么说，大家也觉得非常有道理。狮群看上去仍然愚笨，即使遭遇喷火枪的攻击，也不会选择分散进行反击，但却知道如何躲开张毅的次元之门，并且在察觉到情况不妙时选择逃跑。有智慧，但并不多。等一等，张毅，我好像明白你在说什么了。开口的人是梁月，他双臂抱着胸膛，眼神充满谨慎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对手可能是拥有智慧的丧尸，他们可能是人类死亡后发生变异，或者是变异病毒占据人类身体后成为母体。总之，他们刚刚获得智慧不久，还在学习人类战斗方式。张毅心里认为这种猜测很有可能，那种战斗方式既不像智商正常的人类，也不完全是无脑的。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况，那它应该被称为尸亡，因为我们已经确认了2种获得超能力的条件：一是濒临死亡，2是类似冰魄那样的外界刺激。所以在死亡后获得超能力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存在。张毅脑海中出现了短暂的回忆，但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。通过2次战斗，张毅一行人对这神秘的尸潮也获得了一些情报。他们行动迅速，力量强大，不亚于野兽，而且仅仅击中头部也无法完全杀死他们，甚至还显示出一定的智慧能力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只是猜测狮群背后是否有狮王指挥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张毅双手撑着下巴，眼睛闪烁着冷静的光芒，他语气低沉地说：“如果真的是尸体变异获得了智慧，那么接下来的进攻还会继续。我们有机会收集更多的情报，必须注意他们行动的每一个细节，以找出应付他们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紧急清理周边区域的狮群，因为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。只有彻底消灭狮群，才能防止持续不断的骚扰。我们很难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事件。”虽然张毅不惧怕与人敌对，但他知道人都会有敬畏之心，只要他们知道打不过张毅，就不会再来骚扰。但是这些不怕死的丧尸，即使杀不死你，也会让你恶心吧？这种危险不能留在身边，所以张毅决定尽快解决问题。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，梁月将长而狭窄的唐刀放在一边，双手交叉放在沙发上。如果尸体变异产生了智慧，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大量丧尸的怪物，那他又是如何同时引发天海市各个区域的混乱？一直沉默的杨星星此时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地铁。”这2个字让大家眼中闪现出一丝兴奋之光。虽然他们没有进入过几十米深的地下，但可以推测地下的温度比地表高一些，并且交通便利。杨星星抬起头，琥珀色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他以冷漠的语气分析道：“我们知道距离我们最近的丧尸活动区域就是次区地铁站。天海市的地铁四通八达，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区域，所以丧尸也是通过地铁在各个区域活动的。至于这到底是故意还是无意，需要以后慢慢判断。”张毅用手托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面对的狮群规模最小，云雀庄园位置偏僻，只有次区这条地铁线经过。随即张毅对杨星星说：“星星，继续观察其他势力的情况，我需要了解他们那里的丧尸状况。”杨星星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好的。第3轮尸潮攻击比预想中快，这次是在午夜发生的。幸好张毅他们早有准备，没有睡得太死，晚上还安排了人守夜，所以当尸潮来袭时，他们立刻整装待发出去迎战。张毅背着喷火器，小心谨慎地下了楼，但这一次他们明显感觉到丧尸的进攻路线发生了变化。
他们不再像前2次那样成群结队的包围过来，而是分散在雪原上，像一群蝗虫一样靠近庇护所，好像他们真的变聪明了。尤大叔感慨道：“这是坏事，但也是好事，至少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。”张毅冷眼看着雪原上的尸潮，他确定背后有一个狮王在控制一切。每次打斗后，对方都会根据他们的战术改变作战方式。虽然一开始他们看起来非常笨拙，但狮王和丧尸都在不断成长。等到某一天，他们掌握了张毅等人所有的战斗方式，那么张毅等人就只能躲在庇护所里，连一步都难以迈出去。这年头，连丧尸都学会搜集情报。张毅甩了甩头，随后戴上头盔的面罩。接下来，我还要验证一件事。他对梁月等人说：“这一次我们要杀光所有的丧尸，一个都不能留下。”说完，他跳到花花的背上，然后朝外面跑去。我们去包抄狮群的后路。外面，丧尸们发出可怕的咆哮声。当他们发现张毅等人后，立刻拼命朝他们冲过来。几个人已经有了处理丧尸的经验，此时他们不再慌乱。徐胖子创造出暴风雪，让丧尸失去目标，使他们行动变得迟缓。然后尤大叔开始使用喷火器，像杀虫剂一样将一排排丧尸烧成灰烬。梁月手持唐刀，刀身上散发出深蓝色的刀芒，延伸出3米长，如同一道蓝色闪电穿梭在狮群之外。果然，当丧尸群的阵亡数量达到一半时，尸潮突然开始混乱起来。他们转身齐刷刷地朝回来的方向狂奔，也就是次去地铁站的方向。来都来了，急着走什么呀？张毅冷笑着说道。后路早已被他和花花切断，这些丧尸想要逃走可没那么容易。一人一猫挡住了他们的退路，开始疯狂屠戮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，这批丧尸几乎被我们消灭殆尽。张毅特意留下了一头丧尸，只是砍断了他的双手，并削去了下颚。现在那头丧尸完全没有办法伤害到人，因为他的下颚已经被切除，上颚的牙齿也被削光。张毅从身上取出一个红外摄像头，直接将它插进丧尸的眼珠里。经过这一波试探，张毅基本可以确定狮王并不在尸潮中，但他依然能够控制尸潮的行动。这些丧尸前来的主要目的不是消灭他们，而是收集情报，然后传递给狮王。所以每次他们都打到一半，然后由存活下来的丧尸将情报传递回去。长此以往，他们会越来越了解他们。等到完全掌握了他们的作战技巧，恐怕真正的大部队就要来了。张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神中透露出寒意。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出击，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让这个家伙帮我们调查一下，地铁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。周围的人们开始理解了张毅的意图。梁月紧接着问：“你是说我们要彻底调查地铁深处的情况，然后找机会摧毁丧尸的老巢，对吗？”张毅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如果有适合的机会，我们必须这样做。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了丧尸的进攻方式在不断进化，我不能保证他们某一天不会适应我们的作战方式，那对我们来说极其危险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，我们需要主动出击。”张毅说完后，用力踢飞了那只丧尸，丧尸很快从雪地上爬起来，毫不回头地朝次去地铁站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接下来就看这位小兄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消息。张毅微笑着目送着那只携带红外探头的丧尸远去，过了一段时间才转身回到庇护所。众人回到室内，张毅立刻打开电视，查看红外探头接收到的画面。那只丧尸一路狂飙，过了10几分钟后，来到了次去地铁站的入口。他沿着幽深的洞口一跃而下，几秒钟后，画面稳定下来。深夜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红外探头能检测到生物和非生物的热能反应，但若没有生物出现，视野仍然是一片黑暗。因此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张毅等人看到的都是黑暗的画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视线中出现了红色的亮光，人形的亮光，一个、2个、3个，一群丧尸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地下空间。很快，众人的视野被红色的光芒填满，甚至看不到人形，因为眼前全是暗红色，与正常人类的亮红色不同。这些都是死者的尸体，但由于受到奇怪的丧尸病毒感染，展现出了部分活体的能量特征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屏幕上的画面全都被这种暗红色占据，可以感觉到视线在移动。但经过很长时间，周围的亮光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更加强烈。这地下到底有多少丧尸啊？徐胖子忍不住说道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天海市有多少人死去就知道了。尤大叔回答。天海市的所有死者都会变成丧尸吗？那我们呢？徐胖子害怕地抱紧自己的身体。杨欣欣在一旁解释，现在还无法确定，尸体变成丧尸也需要病毒寄生，但是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，我相信这天不会太远。张毅无奈地笑了。确实啊，天海市死去的人太多了，就算我们提前回收各种尸体，也不可能将1000多万具尸体全部回收，所以我们最好从根源解决问题，消灭母体尸王，就能减少很多麻烦。正当张毅说话的时候，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明显更大的热人，他形似人类，但身材更高更细长，根据旁边丧尸的比例推断，他大概有3米高，像只巨大的竹节虫一样瘦长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仔细盯着屏幕。突然，一个惨白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。所有人都被突然出现的怪异脸庞吓了一跳，而视频也在此刻戛然而止，屏幕上只有一片雪花。被发现了，张毅说道。但很快他突然笑了，这也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下面确实有智慧生物，狮王就在那里，我已经找到他了。
那张苍白的大脸很可能就是狮王。如果不杀掉他，庇护所将继续面临危机。徐胖子急忙询问：“我们该如何杀掉狮王呢？地下的丧尸数量太多了，我们全副武装进去清理，不知道要清理到什么时候。”杨星星也提醒道：“而且地铁隧道四通八达，狮王有智慧，如果发现不对劲，会逃走。”张毅双臂交叉，低声说：“我们要做就要彻底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杀，无论丧尸有多少都不是问题，但必须防止他们逃走。所以我们要从地铁入手。”梁月建议可以从宋庄那个位置开始，炸掉隧道，这样就能阻断狮群的后路。我们的目标只是消灭狮王，只要他不能逃脱就行。至于其他丧尸，我们有很多办法清除。刘大叔双臂抱着，笑呵呵地对张毅说：“张毅，具体怎么做，你来决定吧。反正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。”没错，这场战斗是不能回避的。如果他们不主动出击，那些丧尸终究会变得越来越聪明。当狮群了解到他们所有的弱点后，将毫不疲倦地发动攻击。迟早有一天，甚至比钢铁还坚固的庇护所也会被攻打。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。张毅深吸一口气，靠在舒适的沙发上，思考着这种做法的可行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准备好，明天我们行动。”